所以總結下來，這台圖奇67瓦的電路優缺點非常明確。優點來自主電源平台給足實力，限制來自濾波與環路的結構特性，短板來自成本優先下的器件和協議策略。這三條交織在一起，造就了它在咱們前面測試片裡面所有的表現。各位們，大家好啊！在上一期視頻裡，這顆圖奇67瓦已經把它的外在功夫全部亮給我們看了，有亮點也有短板，外觀和測試數據只能告訴我們一半。真正決定一顆充電器上線的是它內部的架構、主控策略、功率器件的選型，以及每一個環節的堆料、走線、散熱和保護設計。這期拆解篇我們把它徹底的拆開，把每一級電源鏈路全部攤開講清楚，它的表現究竟是物有所值還是堆料縮水？測試片裡的那些現象又能不能在電路裡面找到根本原因？圖奇67瓦的真正實力現在開始揭曉。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我們直接用切割機把它切開。撬開它的外殼，這個不是用的全灌膠的工藝啊，內部的2根交流連接線，這個是用的特氟龍的材質。主板給它拔出來，這就是內部的模塊啊。充電器內部就這麼一點點散熱膠，背後是一塊黃銅板，緊貼着殼體進行散熱。取出它的黄銅板，內部有麥拉片和散熱硅脂貼。整個充電器有4片主板構成，EMI 部分有一塊小板，2路降壓電路各用一塊主板。C1 口降壓電路的位置還有一張散熱硅脂貼。斷開折疊插腳，殼體上面這個位置還有石墨導熱貼。變壓器上面的熱量就靠這個石墨導熱貼導到殼體上面。A 口竟然沒有用鐵的啊，這個是銅的，算是好評吧。都是不吸磁的3個充電口。這就是直播間裡面吹的小作坊用猛料，這個猛料猛不猛，大家自行判斷啊。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然後我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拆到這裡，我們已經把圖奇67瓦的整體結構看得差不多了啊。它內部的布局並不複雜，但是我發現一個特點，它所有的優勢和短板彼此之間不是獨立存在的。PPS 做得穩，卻又在蘋果 PD 上明顯不如人意。滿載性能可以扛得住，但溫度又壓得不算漂亮。還有輕中載文波略肥，重載反而更穩，這都是哪裡的問題？這些表現的背後都不是隨機的，它們來自幾個設計取捨：主電源平台、濾波與環路以及成本取捨。接下來我會把這個圖奇67瓦的電路從前到後過一遍，用最清晰的邏輯全部講明白。首先是這一套前端電路，是圍繞成本與體積做的平衡的方案。輸入端採用的是湖北洪湖藍光電子的 3.15 安250伏慢容保險絲，負責電路前端的過流保護。藍光電子2001年成立，專注小型電流保險絲的制造。緊接着是一顆小型的供膜電桿，與東莞科尼盛電子提供的 0.22 微法安硅X2電容，承擔公頻與高頻的初級抑制。科尼盛2009年成立，主營鋁電解、固態及薄膜電容器。貼片式整流橋來自江蘇陽捷電子出品的 RYBSMN 8010，8安1000伏，這個規格的餘量是充足的。陽捷電子2006年成立，專注分立器件、MOSFET、IGBT 等功率器件制造。一顆環形插膜電桿，用來進一步削弱開關噪聲。高壓儲能濾波部分採用萬金源 WH 系列33微法420伏電解電容，再疊加3顆未知品牌的電解電容做容量補齊。萬金源2005年成立，專注鋁電解及固態電容制造。主控芯片是這台充電器的最大亮點，美國拉維半導體的 NV9580，一顆高度集成的和風式氮化鎵主控芯片，負責整個反擊平台的開關、調壓與效率表現，也是它能在67瓦滿載下長時間輸出的核心原因。美国拉維2014年成立，專注氮化鎵功率器件研發與銷售。主变压器初级引腳4個，次級雙引腳結構，屬於典型的 QR 氮化鎵反擊設計。
進入隔離與整流部分，首先是視傳特銳享科技的1000皮法安硅 Y 電容，以蠟法的容量屬於偏穩健的選型，能夠有效抑制共膜噪聲。特銳享2014年成立，專注安硅陶瓷電容。穩壓基準採用的是南京威盟電子的 ME431，負責提供穩定的反饋基準電壓。南京威盟電子1999年創立，主要從事電源管理類芯片研發與銷售。光耦部分則由深圳奧倫德實業出品的 OR1008完成，用於初次級之間的電氣隔離與調壓控制。奧倫德2008年成立，專注紅外、光敏、光電傳感器件研發生產。同步整流部分由深圳 BEV 電子的 KP4060控制器控制。BEV 電子2014年成立，專注於模擬及數模混合集成電路研發銷售。控制器搭配深圳新控源電子的 AGM1010A NMOS 開關管，實現同步整流。新控源2015年成立，主要從事功率半導體器件研發與銷售。輸出濾波部分使用了2顆無品牌的470微法25伏固態電容。後級輸出部分採用的是非常典型的雙路同步降壓加多協議調度的結構，2路降壓均由無錫新唐威電子的 NDP13701控制器負責。這是一顆內置半橋 MOS 的高效率同步降壓 DC-DC 芯片。新唐威電子2015年成立，專注電源管理領域的各種芯片研發銷售。2路降壓電路的濾波固態電容依舊是採用的無品牌的100微法加220微法的組合，加上繞線式的環形降壓電感。協議控制芯片全部採用深圳英吉系科技出品的產品。IP2723T 負責 C1 口67瓦輸出 ，IP2726 控制 C2 和 A 口，也同樣支持最高67瓦，但是多口使用，最大僅15瓦。深圳英吉星2014年成立，專注快充協議及電源管理芯片。3個輸出口 V-bus 切換全部使用的是深圳瑞俊半導體的 RU3030 開關管，一共3顆，這裡還有1顆。瑞俊半導體2009年成立，主營功率半導體器件。2個 C 口分別通過 R010的電阻做電流採樣 ，A 口則是用的這一顆白色的 R005，方便協議芯片做過流監測與端口線流控制。把圖奇67瓦的電路從頭到尾梳理完，你會發現它的優點和短板，圍繞着3條主線展開，咱們一條條給大家講清楚。先說它的優點，它最大的優勢是主電源平台本身足夠強，納威的 NV9580這類和風氮化鎵方案，開關速度快，損耗低，這也是它在 PPS 場景下表現特別穩。vivo 的 PPS 曲線乾淨，還有就是滿載 1.5小時可以扛住，67瓦的重載紋波很平直，這些全都是主電源的硬實力帶來的。然後就是缺點，就是濾波與環路的限制 ，EMI 只做了1階，沒有 NTC， 沒有 MOV， 末端除了濾波是一顆品牌的電解加多顆雜牌電解的組合，容量高，但 ESR 略高，再加上同步整流，在輕載效率估值較明顯，所以就會出現測試片裡看到的那種特點：中輕載紋波略肥，滿載反而最穩。這不是質量問題，而是架構的特性和濾波成本共同造成的。其次就是成本取捨下的器件選擇，你能看到它把錢花在刀刃上，氮化鎵、同步整流、雙路降壓協議都給到位了，但是高壓電解、濾波固態、電磁件、防護件就明顯往成本壓了一步。這類組合的典型結果就是性能可以點亮，體驗點有點分化。藍綠廠的 PPS 非常穩，但蘋果 PD 挑線，多口切換斷流，榮耀小米的 PPS 缺失，這些都是協議策略加成本取捨共同形成的體驗差異。所以總結下來，這台圖奇67瓦的電路優缺點非常明確，優點來自主電源平台給足實力，限制來自濾波與環路的結構特性，短板來自成本優先下的器件和協議策略。這3條交織在一起，造就了它在咱們前面測試片裡面所有的表現，亮點明顯，短板也擺在那裡，清清楚楚。如果你是安卓用戶，特別是藍綠廠的 PPS 生態，對多口切換要求不高，那麼這一顆圖奇67瓦表現也是夠用，也是夠穩，性價比也算是能打。如果你是蘋果或者榮耀小米用戶，對協議調度敏感，希望充電過程盡可能的順滑，那麼這顆更適合當備用頭而不是主力頭。它的優點、短板、定位都非常清晰，適合哪一類人？看完這期拆解篇，大家心裡面都應該有數了。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
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李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撐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